哥，我們都知道。美國的警察非常兇，一發生什麼事情，槍直接拿出來，直接擊斃了家人。結果我今天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我傻了。這在加州，這是幹嘛？這是在警匪追逐。沒有想到，這個警方在後面一路追，完全不給他任何的空隙，往死裡逼，就在這座撞進民宅內了。那麼事實上呢，全世界最好看的警匪槍戰、公路追逐戰就是美國嘛。那這是由直升機所拍攝的相關的畫面，你看啊，稍微捕捉。這還不是完全抓到那個前面的車子哦，他只是碰了一下而已，他們馬上失去控制往前面這樣子轉過去嘛。對。那事實上呢，為什麼會發生這個動作？因為呢，加州的警察已經追捕了大概整1個多小時了。1小時？沒有錯，這部車子是凱迪拉克的這輛車子呢，事實上，那麼被這個警方呢懷疑啊，有一位涉及重大竊盜案的嫌疑犯呢，通緝犯啊，駕駛這一部凱迪拉克，然後呢，他們一直勒令他這個停車，他都不肯。然後呢，包括用相關的那個路障啊，都被他這個噴出去。所以後來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你看把前面的那個抓鈎就使出來了嘛。對。前面的抓鈎目的就在破壞他後面這個車子的輪胎。結果你仔細看，其實啊，他已經快要完成任務了。但是最後呢，是因為車子在靠近的時候，你看車子靠近的時候，砰的一下有沒有？然後車頭輪胎被刺破了以後呢，他撞到旁邊。但是問題來了，其實呢，在美國這種公路追逐戰常常有，包括那麼美國的警方，還有包括美國的電視台呢，都會出動直升機去拍攝嘛，整1個多小時啊！如果在1個多小時，台灣已經不知道到哪裡去了，對不對？而且不要忘記一件事情，在車上這個人是有槍的哦，對，他隨時可以窗戶拿下來，直接開始開戰，所以就更危險。那麼事實上呢，在美國啊，最有名的一個這個讓美國飛車黨聞風喪膽的是阿肯色州的一個州警啊，他叫那麼雅各布·伯德，而這個伯德呢，事實上呢，他厲害到什麼程度啊？就是這個人，對，他厲害到什麼程度啊？他有一個技巧，就是說他追車的技巧可以追到，那麼他的同事追不到，他只要輕輕一碰，他可以用他接受過訓練，這個是啊。他的同事追一部車追不到，對，然後呢，最後他從警方的警用無線電裡面呢聽到的，他就追啊，就往前追了以後呢，那麼他用他所受訓的這個攔截的這個碰撞技巧呢，這個碰撞技巧一般不能隨便用啊，為什麼？一個不小心哦，不是你翻車就他翻車啊，而且你還要看到那個你實施的這個地方的重要，否則萬一你看他如果翻車的話，他波及到其他的車子該怎麼辦？對不對？他要經過訓練，那麼這個伯德呢，單這個擦撞的這個小動作受訓1000個小時，也就是說他要不斷的訓練，不斷的訓練，在訓練場裡面經過1000個小時的訓練以後，他要知道每一輛車它的結構在內，它的這個你看你仔細看，他碰到它的那一瞬間，車子立刻擺橫的。歪掉以後就失控，你就沒有辦法再繼續往前逃了嘛。因為這樣，阿肯色州的飛車黨啊，聽到他的名字就聞風喪膽，因為他們有些很好的車子，對不對？對，很好的車子啊，那個馬力非常的強大，很多的阿肯色州的這個警察抓不到，但抓不到，只要遇到他，幾乎都在他手下，成為他手下敗將，被他給逮到啊。所以你就知道，但是我們還再次強調，因為你看這個還沒他已經投降了，他已經先投降，反正只要看到因為他很有名。他不是，我跟你講，他不是最資深的警察。他從2020年以後呢，才開始真正在這個相關的公路上面追。反正他這個自己受訓過，然後自己也有興趣，所以呢，還有他不僅快，而且呢，他的這個速度快之外呢，他的技術也是最棒的。還有啊，那麼我們剛剛講了，那你要追這樣的車子啊，碰撞還是有風險，對不對？他受過1000小時訓練是 OK， 但一般人沒有辦法。那一般人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一般的警察怎麼辦呢？那麼就用了另外一種方式啊，用了一種方式就是汽車攔截阻尼器是什麼意思呢？這個攔截阻尼器呢，它就是裝在這個警車的前面，它裝在警車的前面，利用這個尼龍繩，對，利用這個尼龍繩，你有沒有發現？那個尼龍繩它只要一弄進去了以後，它的原理很簡單，這個尼龍繩啊，它非常的耐扯，所以呢，把你後面的整個輪胎全部綁死卡死了以後呢，你還在高速行駛嘛，但是你有一個輪胎被卡死了以後，被拉住了以後呢，你的輪胎卡死以後，整個輪胎就會爆胎。你在高速行駛情況下沒辦法轉動，你一定爆胎。对，爆胎以後呢，你就只好乖乖的束手就擒。宏觀取材，釐清真相，犀利精準，深入剖析，時刻掌握關鍵，新聞時事不漏接。
老時段，新氣象。我是鍾耀和，關鍵時刻2.0全新出擊。